现在要准备开始冬天的育苗了，发现育苗土又用完了。我这还有一些很早以前就泡好的泥炭台，今天再混一些堆肥土，还有制石，再做一点育苗土，冬天育苗用。我先把泥炭台给倒出来。其实大家是没有听错，我们就是为了冬天育苗用的。我们是冬天也是种菜的，因为我们有2个棚嘛，所以冬天把一些耐寒的菜种在棚里边，然后给它双层的保暖，一直可以吃菜吃到明年的春天。我还是先拿我这种5加仑的桶给它量一下，我大概是需要量出2桶来。这是1桶，装满2桶还富裕一点，我先把它盛到另一个桶里边，放在别的地方先保存起来。我再把堆肥土也拿过来，这是之前用过的剩下的半袋，可能不太够，我再去拿1袋。这儿还有1袋制石，这样的话，我们制作堆肥土的3样东西就齐全了。按照我以前经典的配比，我一般是用2份的堆肥土，然后1份的泥炭台，再加上1份的制石粉。另外就是像这种泥炭台，我们另外一个好的替代方案就是使用椰糠。使用椰糠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环保一点。我们这一个种植具用苗土还真是用了不少，像这种32加仑的大桶用了整整1桶，后来秋天的时候还不够，又重新做了点育秋天的苗。这也说明我们这一个种植季种了真是不少的菜了。其实说起来，我们做视频跟制作育苗土还是有着不解的缘分的。我们当初做油管上面的第一个视频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以前自己配置育苗土，然后培育菜苗种菜挺好的，然后有朋友问我们育苗土是该怎么制作，我觉得可能也说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就做了一个视频，现在还在油管上，是我们第1期的视频。当时那个视频用的是堆肥土，然后椰糠和制石这3种东西配置的。后来我们尝试做短视频的时候，就是做了唯一的1期短视频，也是讲育苗土的制作的。做短视频的那1期，我们用了堆肥土，然后椰糠给改成了用了泥炭台，还有制石。当时的比例都是2比1比1，也就是堆肥土2份，椰糠或者是泥炭台1份，然后制石1份。按照这种配比配出来的育苗土是特别好、特别优质的，培育菜苗都是长得非常的好的。我们早期混合育苗土的时候都是用椰糠，因为椰糠的话是这种可再生的、可重复利用的，比较环保。但是后来觉得椰糠的价钱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最后还是向实际低头了。像这种泥炭台或者说是泥炭藓，这种基本上都是产自加拿大的，因为它是一种苔藓嘛，其实是可再生的，只是说它可再生的这个时间周期特别长，用过之后它可能好长时间也恢复不了。从环保主义来讲，很多人就不愿意用这种泥炭台，但是它的成本确实是还是要低了好多的。你像是那种椰糠，我们一般都是买那种压缩的大块的椰砖，然后把它泡开泡大之后，如果要达到同样的量，它基本上需要的椰砖的价钱得是这种泥炭台的3倍或者是4倍吧，反正是贵了很多。像是堆肥土，我们就是一贯用的都是这种Leaf Grow 的，就是这种用树叶还有草制作的堆肥土。这种堆肥土像这个牌子应该是我们这个地方本地的，你如果在其他地方的话，选自己当地的一些品牌或者其他品牌吧，只要保证是堆肥土的质量比较好，然后里边没有太多的那种杂质，就是比较细一些吧，这种就比较好。像是制石这种东西，把它混合到土壤里边，能让土壤非常的蓬松，非常的轻质，而且也有一定的保水的能力。所以我一般在育苗的时候都用制石。有一些人他会用那种珍珠岩，就是白色的颗粒。这种珍珠岩一般我做盆栽土的时候会用，因为它的价钱会便宜一些，比制石要便宜一些。但是育苗的时候它是不太好用，那些珍珠岩特别轻，然后是颗粒也比较大，它一浇水的话都会飘起来，就是浮在表面。所以从育苗角度来说，我觉得珍珠岩跟制石比还是要差了不少，所以我一直选择的都是制石。好了，咱们回归正题，今天我做这期视频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把我后来改进的育苗土的制作方法，主要是配比吧，介绍给大家。其实说是改进呢，主要就是价钱的改进，因为现在通货膨胀太厉害，物价太高了，所以
按原来的配比的话，制作育苗土的这个成本，我觉得是有点高了，所以我又调整了配比。调整配比之后，主要就是把这个价钱再进一步的降下来。当然，材料还是用这些材料了，只是调一下配比。原因是什么呢？是比如像这种堆肥土，这2年它基本上涨了1块多钱、2块钱吧，可能不到2块钱。然后像这种泥炭台，它一袋大概是涨了2块多钱。而像这种制石，这个制石它以前可能就不到30块钱，现在我今年在店里边买的这么一袋要40多块钱了，也就是说这一袋涨了10几块钱，所以它的价钱太高了。我在秋天育苗制作育苗土的时候就已经调整了这种制石的比例，把它降低了。最后发现育出来的苗也还是不错的，跟以前没有什么差别。既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差不多的，差异小到基本上都感受不到，那这样的话，在现在经济形势没那么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以省钱作为王道吧。所以我现在新的配比就是2份的堆肥土，2份的泥炭台，然后再加上半份的制石，这样混出来的土就已经是足够好了。我先把泥炭台给它倒出来，这桶也给它倒出来，然后我再给量出2份的堆肥土。这个半袋果然是不够，还得开一袋新的。像这种堆肥土，我还是在春天的时候买的，现在放的时间稍微有点长了。我待会儿把它摊在地面上，给它稍微晾晒一下，这样的话稍微的杀菌，给它稍微的摊开晾晒一下。这一桶也是。另外就是，如果你冬天不准备育苗土的话，打算明年春天再准备，那其实我建议是像这种堆肥土啊，还是像这种泥炭台啊，都囤上1袋2袋。店里边经常冬天的时候，或者是早春的时候，它这些堆肥土还有育苗土基本上就没有了，而且即使有的话，也是剩下的，在它那种环境下放的质量也不怎么样了。它新的育苗土都等到春天暖和的时候才会大批的上架。你要是想在春天做育苗土的话，你没有就特别的麻烦。我以前就是育苗土不够了，到处找很多地方都找不到，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无奈，没有办法。所以最好能自己囤一点，或者说就像我这样，在秋天的时候就提前把这1大桶的育苗土都给它做好了。做好之后就心里面就踏实了。像这种放了时间比较长的堆肥土，给它晾晒上几个小时就行了。中途可以给它这样稍微的翻一翻。一般如果是春天的时候新上架的那种新的育苗土，就不需要这样的过程了。如果你是现在到店里买的那种育苗土，它通常也是放了时间比较久的，所以最好还是能够稍微的晒一晒。晾晒的差不多之后，我们就可以制作了。因为我们这次用的是泥炭台，泥炭台通常情况下都是呈一定的酸性的，所以我们要给它增加 pH 值。通常做法就是加一点菜园石灰。如果是你是新泡制的这种泥炭台的话，基本上像我刚才这样的2桶，可能加上0.5量杯吧，不要超过0.5量杯，这些石灰就足够中和它的酸性了。但是如果你是在桶里边已经是泡了很久，放了几个月的，其实它的酸性已经慢慢的就被自然中和掉，就没有那么酸了，所以就少加一点石灰。像我大概就加了1/5量杯吧，可能1/5都不到。我看看，可能大概就是60毫升。我把这些菜园石灰均匀的给它撒到泥炭台上边，然后把石灰和泥炭台给它混合均匀了就行了。最后是制石，制石因为里边往出倒的时候会有粉尘，所以我还是戴上点口罩去。行，拿剪刀给它剪开，给它量出来半桶。这种制石粉也是分粗和细的，大家来看一下，买这种比较细颗粒的这种制石粉会好一些。粗的话适合盆栽土，但是并不适合育苗土。育苗土的话，不管是堆肥土啊，还是这种制石，都是细致一些是最好的。这会儿是突然有点刮风，我先把它放在这儿，等一会儿不刮风了我再弄，否则的话被风一吹，吹得到处都是。等了好久了，感觉这风好像是越来越大呀，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我还是小心的把它撒进去吧，因为只要它跟土稍微一混合湿了之后，就不会被风刮跑了。小心直接这样扣进去，赶紧用土给埋一下。看还是能明显感觉到，只要稍微有一点风，
就会有一点点被吹起来，差不多都被土给埋上了。这样的话，稍微让它跟这种湿土在一起待一会儿，被浸湿之后就不会被风给吹跑了。再给它埋上点土。其实我们原本很多年以前就是特别喜欢种植，特别喜欢田园生活，所以就一点一点开垦了大片的地。当去年的时候做了第1期的这个育苗土的视频之后，我们发现做视频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把这些田园生活呀，还有种植经验呀，还有这些心得呀之类的，把它给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即便是自己后来看起来，也还是一种记录吧，一种挺好的一个过往。然后同时看到我们的视频也能够被这么多人看到，而且还有很多人的喜欢，所以我们心里也是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大家这1年半对我们频道还有我们的支持。如果要是没有这种视频呀，没有这种自媒体的话，你是不可能把自己想展示的东西展示给这么多人观看的。基本上，如果在公司上班想讲点什么东西，那顶多看的人也就是那么几个，顶多就是10几个、几十个而已。能到上百个的，那就是很了不得了。而且坐那儿听你讲的人，有多少是真心喜欢听你讲的呢？可能有时候就是为了应付而已。但是做视频的话，如果是喜欢的，或者是觉得视频有用的这些朋友的话，那确实是在用心的去看视频。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自媒体还是非常好的，能把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想展示给这么多人，成就感还是非常强的。混合制石的时候还是得小心一点，风一大了的话，还是会给它吹起来的。只有完全的给它混合均匀之后，才会跟土壤混在一起，就不会被吹起来了。就这样混合个3、4遍之后，应该就差不多了。现在基本上已经均匀了，像这种制石粉已经跟堆肥土啊，还有泥炭台都混合在一起了，也不会被风吹走了。看看，最后把制作好的育苗土给它盛回桶里边保存就行了。这种土就是干湿均匀，质地松软，而且非常的轻，保水保湿性也特别强，然后既有营养又透气，非常适合根系的生长。你用过这种自制的育苗土之后，你就会发现店里边卖的那种 seed starting mix， 就是混合好的这种育苗土，干的那种，根本没法和我们自己配置的育苗土比，而且价格还是高了好多。我觉得那种可能只是适合少量种植、没有时间、不愿意自己动手的人，可能买一袋比较方便。但是确实品质还有最后使用的效果，跟我们自己配置的育苗土差得太远了。最后是把盖子给它盖上，这样的话能保持它的湿度，不至于到时候明年春天用的时候就变干了。